好闺蜜将我从18楼推下，只因害怕我也考上大学，影响她的光环。再睁开眼，我回到了刚获得保送资格的时候。面对眼前楚楚可怜的苏柔，我笑了。程程，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你学习那么好，就算是去高考也肯定没问题的。你能不能把这次保送机会让给我？我会永远感激你的。为什么让给你？你是假肢拿不起笔，还是没脑子考不了试？他愣了好久，眼前的程程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只是让你让个名额而已，你自己又不是不能去高考。我冷冷一笑。所以呢，让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这是我的名额，你在理直气壮什么？说完，我当着他的面直接填好了保送申请。他眼里的嫉妒在翻涌，我微微一笑。想要啊，想要就自己去争取呗。这一天，苏柔都没和我说话，我巴不得他有点骨气，一辈子都别来烦我。可就在下午放学时，他就忍不住来找我了。程程，我今天说话是有些不讲理了，我只是请求你让给我，没有硬要的意思。我哥之前就放狠话了，不会让我有高考机会，高考那天他会把我绑在家里打个半死，到时候我的一辈子就毁了。这些年，他没少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哥哥，哭诉对他的暴行，但我一次都没见过。面对眼前的苏柔，我故意露出心疼的眼神，听着也挺可怜的。这样吧，你带我去见见你哥哥，如果情况属实，也许我还能给老师打电话，申请书还没交上去，还能把保送名额送给你。苏柔听了，眼前一亮。真的吗？程程，不过我哥这个人吧，他很伪善，外人根本看不出他那颗毒辣的心。放心吧，就算他再能装，我都看得出来的。10分钟后，一辆路虎停在我两面前，一个带着和善笑容的20几岁男人从车上下来。妹妹，你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男人语气温柔，看着苏柔时分明是满眼的宠溺。苏柔突然满脸畏惧，还扯着我的袖子，浮夸又离谱的演技直接给他哥看懵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被欺负了？苏柔畏惧地看了他哥一眼，随即在我耳边说道：“你快让他走吧，他又开始装了，我好害怕。你看我怕成这样，总该信了吧？”我拍了拍他的手，放心，我信。说完，我直接上去一把抓住他哥的手。大哥哥，你为什么针对苏柔，虐待苏柔？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苏柔说你不让他高考，要毁他一辈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他哥愣住了，他也愣住了。他哥木讷扭头看向他，柔柔，你在其他人面前就是这么说我的？我盯着苏柔，没等他说话，我就先开了口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难道你哥没有虐待你？那你为什么要找我要保送名额呀？我解释了半晌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哥失望地叹了声气，因为你是爸妈领养的，我怕你融入不了这个家庭，一直对你多有照顾。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我记得你成绩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别人的保送名额呢？殊不知苏柔的考试成绩都是靠作弊的，他怕高考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，他要继续过这种一帆风顺、受尽羡慕的人生。抢走我的保送名额是他唯一的出路。看到他此刻的模样，我嘴角勾起冷笑。苏柔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，居然装可怜，想抢走我的名额。你哥不会阻拦你去高考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名额？你平时不会是靠作弊的吧？我没有作弊。我冷冷一笑。那你为什么靠这种手段骗保送名额呢？他又结结巴巴说不出话，我丢给他一个鄙视的眼神。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当什么不好，要当乞丐。他眼底闪过一丝怨毒，不过很快就被他哥的指责淹没。这件事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我不想疼爱你这么多年，落得一个刻薄毒辣的名声。好闺蜜将我从18楼推下，只因害怕我也考上大学，影响她的光环。接上集。次日，苏柔在教室门口狠狠拽住我的手。程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他那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我差点以为伸手要名额被拆穿的人是我自己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漠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我只希望以后你离我远点，行吗？”他面色沉了沉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怎么突然这样了？我不过是找你要个名额，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冷眸扫了他一眼。因为那是我的名额，不是你的。他硬生生咽了口气，挤出一个干巴的笑容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是不是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闲言碎语？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你还信不过我？昨天你在我哥面前污蔑我，我都没有怪你，你为什么就做不到像我这样？苏柔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自己不想笑吗？你能不能别像一条赖皮狗一样缠着我？他咬牙瞪着我，我转身进了教室。上课之前，老师将申请表拿到我面前。程程，北大驳回了你的申请，你得重新填一下。听到驳回2个字，苏柔更是兴奋起来。他的确德不配位，我看还是重新选保送人吧。老师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打量着他。他申请的专业不对，程程同学，你最好的科目不是数学吗？怎填的是化学系？老师，你看他对待保送这件事的态度不对，连专业都挑自己的弱项。老师微微点头，明显有些不耐烦了。他还在那喋喋不休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想顶替我。我缓缓解释道：“老师，数学并不是我最好的一门，化学才是。
之前我已经拿过多个国际化学竞赛冠军了。老师他吹牛呢，他要是拿过国际化学竞赛冠军，我就是下一届诺贝尔奖得主。我扫了他一眼，又对老师说道：“老师，我今早已经把获奖资料发给北大了，今晚应该就有结果。”苏柔甩了个大大的白眼，继续吹吧你。突然，老师的铃声响起，听完电话另一边的答复，老师满脸欣慰：“程程说的没错，北大已经收到了你的获奖资料。老师真还没想到你还得过这么多奖。”老师话音刚落，整个教室鸦雀无声。我对苏柔笑了笑：“等你的诺贝尔奖哦。”苏柔笑容僵硬在脸上，一张脸红里透白。老师瞥了她一眼：“这个保送名额是通过层层考核最终选定的，就算是没有保送名额，那不是还有高考吗？那可是公认的最为公平的考试，大家加油复习，备战高考。”同学们也纷纷看向苏柔这个笑话，她红着脸不敢再抬头。此时老师温柔地看向我：“去了北大之后，你的打算是什么？”老师你放心，我会更加努力，继续考研。老师满意的笑了，苏柔在一旁气得咬牙切齿。刚下课，苏柔又舔了一张脸过来找我了。程程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女孩子还是别读太多书了，以后不好嫁人的。读书没用，好好嫁人才是硬道理。既然读书没用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退学？他顿时哽咽。那当然是我爸妈非要我来读书的。需不需要我跟你爸妈说一声，别逼你了，马上给你退学，你也轻松，他们也轻松。苏柔连忙摇头，她眼中爬满怨恨，悻悻地走了。晚上学校邀请我在诗诗大会上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经验，顺便鼓励一下同学，我答应了。老师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离开学校，司机宋叔叔早已在校门口等候，看见我到来，在一旁的女孩欢喜的笑容瞬间停滞，她笑意不达眼底。程程，女孩叫宋荣，是司机的女儿，我们自幼一起长大。她没考上重点高中，去了另一所高中。我态度很冷漠，甚至不想多看她一眼。如果不是因为她，我也不会被苏柔推下，草草结束一生。宋荣愣了一秒，程程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？我盯着她，那么无辜整洁的一张脸啊，至死我都以为她和我真的是朋友。宋叔叔，这是我家的车，接你的女儿上下学，怕是有些说不过去吧？以前我不说，那是顾念我和宋荣那可笑的友情。现在我不可能再让宋荣从我这里占到一分便宜。宋叔叔极其尴尬的一笑：“是，小姐，我只是想着顺路方便，下次不会了。”程程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是好朋友又怎样？好朋友难道就应该免费给你用车？她闭了嘴，眼神中透露一丝怨恨。好闺蜜将我从18楼推下，只因害怕我也考上大学，影响她的光环。接上集，回到家，我第一时间要求我爸换个司机。我爸愣了愣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解释道：“宋荣看似和我关系好，经常来我家陪我，其实他拍了我很多私密照片。前世我考上省状元后，大量我洗澡的照片和换衣服的照片在网上流传，是宋荣在我家那无数个日夜安插针孔摄像头。”我爸闻言大惊失色：“真的吗？我们对他们家这么好，怎么能这样恩将仇报？程程，你别着急，爸妈一定会给你做主。”爸妈当然是无条件信任我。很快，他们把宋荣一家叫来了我家。宋叔叔和宋荣不知所措，但我爸妈脸色很冷。宋勇，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你女儿手机？宋勇这个人老实憨厚，大概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直接抓起宋荣的手机就递过来。先生、太太，手机在这里了，你们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荣惊慌失措，想抢回手机，我妈一记冷眼后，又僵着身子低下头。隐私相册，打开给我看看。宋荣红着脸：“阿姨，虽然我爸是你家的司机，可毕竟是我的隐私，你好像无权查看的。”我妈冷笑一声：“我们怀疑你偷拍了我女儿的私密照片，如果你们不愿意给我们看，我们会报警。”宋荣涨红了脸，宋叔叔更是吓得面色如土。什么？他偷拍小姐隐私照？他回头瞪了宋荣一眼：“是不是真的？”宋荣赶紧摇头：“我没有。”我沉声道：“好，爸妈，既然他不承认，那就报警吧。”宋荣绷不住哭了起来：“我是有，但是那也是不小心拍到的。相册打开。”宋荣打开了相册，里面是密密麻麻我的隐私照。我爸别过头去，我妈怒摔手机：“宋勇，这就是你女儿偷拍我女儿的隐私照，200多张啊，这是不小心拍的。”宋勇抬起手，狠狠一个巴掌扇在宋荣脸上：“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小姐对你多好啊，你这样对得起她吗？赶紧全部删掉，如果我再发现一张，打断你一条腿。”宋荣哭着删了照片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录像了，如果以后在互联网上发现任何一张我女儿的私密照片，我会追究到底。还有，宋勇，你以后不必在我家工作了，你们收拾东西，从我们眼前消失。宋勇还想说什么，但也觉得没脸，拽着宋荣走了。刷到视频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的好运就要来了，回复一句金榜题名，今年的所有考试你都会成功上岸。学校的诗诗大会上，我在雷鸣的掌声中上。谢谢各位老师的信任与厚爱，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。首先，突然苏柔走到讲台上：“老师，我举报
陈程程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品学兼优，他成绩虚假不说，还仗着被保送就欺负外校同学，摔了人家手机不说，还害得人家父亲丢了工作。话音刚落，在场的所有人七七八八的声音响起。程程是这种人吗？不会吧？看起来不像，他一直挺低调的，从来没有欺负过同学，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讲题呢。你懂什么？有些人表面越单纯善良，心就越坏。他一定是一开始就装好人，就是为了北大调查时候给自己封评，现在定下来了，当然不把你们当回事了。那也不至于让人家爸爸丢了工作吧？程程滚出学校，把保送名额让给苏柔。下面说的振振有词，大概是苏柔花重金买了一些水军，恶评如潮。所有人都用质疑和谴责的眼神看着我。这时，校长匆匆走到舞台中央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相信陈程程同学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我拿着话筒开了口。没错，我的确摔了别人手机，也弄丢了他父亲的工作。校长诧异地看着我，底下的人更是接近疯狂。滚出学校，滚出学校！我们不要这样的人当同学。把保送名额让给苏柔。我很平静地说道。那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校外同学宋荣是我的朋友，更是苏柔朋友，他俩暗度陈仓，偷拍我不少私密照片。摔他的手机是保护我的隐私，辞退他父亲是保护我的以后。我冷静地说着。很快，底下的人清醒了许多。那个叫宋荣的真是坏透了，都是女孩，用这么歹毒的方式想毁掉程程。果然是树大招风，他一定是嫉妒程程。没听说是苏柔指示的吗？我就说怎么在保送名额定下来之后，程程的名声突然就坏起来，原来是有小人犯冲了。校长蓦然松了口气，冷眼看向苏柔。这位同学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苏柔抿唇不说话，他最忠诚的狗腿子走到他身旁，冷眼看着我。你有证据吗？你就胡说八道。你说人家拍了就拍了，明明就是你污蔑。既然你说你成绩好，那你敢不敢当着我们的面做一份理综考试试卷？我笑了起来。所以苏柔没证据就不是胡说八道了。好啊，你苏柔敢不敢跟我一起做？苏柔沉默片刻，瞥了我一眼。好，做就做。我不跟他多废话，拿起卷子就开始做题。苏柔也开始作答。1个半小时后，我和苏柔纷纷作答完成。校长拿着试卷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苏柔同学竟然考了284分。好闺蜜将我从18楼推下，只因害怕我也考上大学，影响她的光环。接上集，苏柔考了284分。一旁的狗腿子欢喜地叫出了声。我们苏柔才是全校最有实力的，保送名额就该给苏柔。苏柔也挺起胸膛，沐浴着大家羡慕的目光。她顺便丢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我们的全校第一，不会考不过我吧？是不是作弊太久了，这回暴露实力了？我微微一笑。就在他们以为胜券在握时，校长不耐烦地瞥了苏柔一眼。陈程程同学满分。苏柔和狗腿子的笑容瞬间僵住。怎么可能？最后一道大题可是命题老师研究1个月才研究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解了？你是不是看过答案？面对苏柔的质疑，我差点笑出了声。刚刚让我考试的张琳不是你朋友吗？这卷子是他拿来的，就算有答案，给的不也是你吗？这卷子上好多题目严重超纲。苏柔，你是怎么答出来的？你能不能当着老师同学的面给我们讲一下思路？苏柔不敢直视老师，心虚地低下头。我冷笑道：怕是讲不出来吧？下次要考我，换张难点的试卷，这就跟乘法口诀没什么区别。同学们愤懑不已。之前就看出来是在自导自演了，这回还不承认呢？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？苏柔就算是想要名额，也不至于办事这么蠢吧？她平时是怎么考到全校第2的？苏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陈程程，你别太嚣张。校长的耐心已经到了极致。苏柔，马上下去。苏柔还想再说什么，可是在校长冷厉的眼眸下，不甘心地下了台。高考成绩出来的第2天，我家招来了新司机，仔细了解一番，原来他是苏柔的亲生父亲。你说真的？我那个女儿被有钱人领养了，快带我去看看。这么多年没见到女儿，怪想她的。这个名叫周春的男人欣喜若狂。我带着苏柔父亲找到他家门。女儿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你亲生爸爸。爸爸找了你好多年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来，爸爸带你回家。所有人被这突发的一幕给震惊到，苏柔在一片寂静中大叫一声：你谁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你别乱认亲戚。周春叹了声气：我就是你亲爹，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？你别过来，我不认识你。见状，苏柔父母缓缓过去。这位先生，请你离我们女儿远点。什么你们女儿？那是我女儿，不信，这里还有我和她的合照呢。苏父苏母看过照片，眉眼冷了许多。还真是，苏柔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，看来真是人家亲生父亲找上门来了。
周春嘻嘻一笑，看吧，我都说了，我是亲生父亲。走，女儿，我们回家。苏柔站着一动不动。我不要跟你回家，你会打死我的。周春无辜地看着女儿。女儿，是不是你养父养母有钱，我没钱，所以你嫌弃我了？那你也不至于污蔑你的亲生父亲吧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了？苏柔红着眼睛，一脸委屈。你明明就打过我好多次了，要不是被你打得受不了了，我也不至于自己跑出去，被人送到孤儿院。他看起来十分可怜，苏父苏母忍不住护在他身前。孩子已经成年了，我们要尊重他的意愿，还是先去做一下亲子鉴定吧。如果你真的是他亲生父亲，到时候我们再商量。周春冷哼一声，商量什么商量？我是他亲爹，带他回去还不行了？你们要留下他也行，给我1000万，我就把他让给你们。苏父苏母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短暂惊讶后，他们不约而同大笑。原来是来讹钱的，我告诉你，没门。话说到一半，苏柔哥哥缓缓走过来，冷漠地扫了苏柔一眼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打苏柔？但是我们接苏柔回家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做过检查了吗？他明明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你们忘了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事情了？他在外人面前是怎么说我的？说我自私毒辣，说我不让他高考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男人的话是真是假？苏父苏母愣了愣，又用打量的眼神看着苏柔。苏柔还没开口，苏玉又开口了。爸妈，我觉得你们养了这个女儿就是一个错误。她之前在学校一直考第2，这次高考竟然只考了438分。就算发挥失常，也不至于这么点分数。平时考试成绩一定有假。苏柔不敢反驳，心虚的低下头。苏玉接着说道：“而且上次我半夜起床，听见他在和谁通电话，说是让对方多拍一点陈程程的私密照，好威胁程程，还说总有一天要害死你们，继承你们的家产，到时候少不了对方好处。你们要不信，我这里还有录音。”说完，苏玉播放了一段录音，里面是苏柔癫狂兴奋的对蓝图的描述。苏父满脸愤怒，过去拽着苏柔胳膊：“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我们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不求你感恩回报，怎么养出这样歹毒的白眼狼？你给我滚！我们以后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刚好你亲生父亲也在这，跟他走吧。”苏柔哭得撕心裂肺，跪在地上求饶：“爸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留下我吧。”苏父苏母的态度异常决绝。周春此刻傻眼了。我说你们养了这么多年，说不要就不要啊！我可以不要1000万，500万也可以。苏父厉喝一声：“给我滚！”周春还想纠缠不休，这时几个保安走了过来，父女俩都被苏家赶出门。后来周春对他不闻不问，苏柔支付不起学费，选择进厂打工。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北大校园，开启新的人生。